然后我受洗以后，我就拿回家很多礼物，然后他看到我这些礼物，他就很惊讶，他说：“这是你入教了，你信主了。”然后从那时候他就很不开心，然后他就不希望我去，他觉得可能跟很多中国家长都一样吧，就是他说你要专心学习啊，这个会影响你学业，对，影响学业，然后你会走火入魔啊，然后你会是太进去了，然后太迷恋了，然后他就很多反对，所以刚信主之后那一段时间我是不去教会的，就是我是不能去的，就是他不允许我去。挑战您的价值观，返璞归真过生活。欢迎收看10万个为什么，我是你的好朋友路德。在节目一开始提醒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千万不要错过每周5的精彩节目哦。今天呢，我有一位朋友在线上跟我空中连线 Caroline。 嗨，大家好。欢迎 Caroline。 那我跟 Caroline 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了。那当然他今天邀请他来我的节目呢，是因为他最近其实经历了很多的不容易，他的妈妈得了癌症，然后过世。那在这段时间其实是非常漫长，然后其实是很磨练他的这样一段时期。那走过这一段以后呢，我们其实看到神的手其实也在这当中做了很多很美好的工作。所以今天呢，就是邀请到 Caroline 来分享一下这一段旅程，希望她的故事能够祝福，能够鼓励到许许多多在这个荧幕前面看到这个节目的朋友。我是独生女啦，然后我出生在北京，童年都是就是在北京长大，然后到了14岁的时候，妈妈就是一个人带着我移民到加拿大，然后那段时间就大概只有我和我妈妈在北美啊，所以就可能开始的时候就像很多新移民一样，就是很孤单啊，然后没有朋友啊，所以然后妈妈那时候又工作很忙，就是2份工作早晚都会出去，然后他就介绍我去，他就那时候鼓励我说去教会去团契交朋友。我跟他的关系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高高低低那样的，然后特别是在就是10几岁可能就是有一段就比较 rebellious， 就比较就是叛逆的阶段，然后跟他也是闹得很不开心，然后我也很想就是离家出走啊那种。对，所以我听到的就是 Caroline 你是算是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对，就是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对，小的时候也是一家3口也蛮开心的，也有开心的时候，但是也有很多就是不好的记忆，就是家里面有很多吵闹啊，然后几乎就是从我出生开始就是爸爸家和妈妈家就不太合，然后就很多都是因为家庭的问题，然后就吵得不可开交，然后到大概我3、4年级的时候，就父母有一次闹得很厉害，就分居，然后我就跟妈妈去了姥姥家，然后但是后来因为出国他们就没有正式离婚，但是我爸爸也曾经尝试要来到加拿大，就是生活一段时间，想看看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生活，但是最后都是不行，然后就在分居很多时候，很多年之后，大概就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就回国正式的离婚，对，但是就是在此之前就已经等于相当于是在一个就是单亲家庭的这种生活状态，对。哇，那真的很特别哈，就是一个是爸妈没有就长期的分居，然后呢你又10几岁就来到北美，来到加拿大，又是一个新的环境，我觉得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很多的挑战，因为就算一般幸福家庭的小孩，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在那个年龄不是20几岁，不是30几岁，是10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来到一个新的陌生的一个环境，本来就已经很不容易，就有很多的东西需要适应，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你的父母关系没有那么好，你还要提心吊胆的说到底他们的关系怎么走向，然后这个又怎么来影响你今后的人生。就是
我觉得小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直是活在一种，好像英文叫什么 savior complex， 就是我觉得我是那个中间人，然后我要帮他们调和，因为他们他们一有什么问题就来，可能就全都倾诉在我这里。但是我很小，我就才10几岁，然后我觉得我不能承受这种担子，但是我又被迫去担当这样一个角色，然后我就一直在好像去帮他们去调节，然后帮他们去 counseling， 然后甚至说是帮他们心理辅导，然后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反倒要帮他们去调和，然后去就是来倾听他们的那种角色。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会说你很早熟啊，好像跟你聊天但是我觉得是这种生活状态造成逼出来的，逼出来的，非常理解。我想很多的华人家庭，特别像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种80年代出生的80后，我们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娱乐的东西啊，没有什么网络啊，没有很多的东西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比较容易就是很愿意去学习，很愿意就是如果家里面有问题的话，我们是想要去解决，想要去帮助他们的，而不是说去逃避。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好像比较是家里面很破碎，他们就去逃避，他们就去吸毒啊，就去玩游戏啊，或者去做一些。但是我觉得我们是那种好像想要当这个救世主一样想要在中间去做一些的调和。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主，就是走进教会然后得医治这样子？对，我觉得信主当然就是就是大概15岁吧，就是移民到加拿大大概1年多以后，然后我觉得去了一段团契啊，然后有一次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一个复活节的那个时间，然后我在团契里面，他们给我们放那个耶稣的生平，然后我就看到最后的时候就听到那个有一句话，就是耶稣在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然后信我的人就可以到我这里来。然后我就觉得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敢说自己是生命是复活，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神，就是如果我要信的话，我就要信一个就是想要信一个真的神，就是很有能力的神。然后我觉得其实以前在中国小的时候冥冥之中都是很渴慕，就是有一个就是老天有一个 higher power 那种，就是去掌管你的生命，去来帮助你。然后我觉得当我听到主耶稣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慢慢我也经历到，就是在我移民就是第1年就是英文有很多的困难，然后在学校在中学有很多的孤独和压力的时候，然后同时又面对家里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当时就是神给了我很多的鼓励，通过教会的兄弟姐妹给我很多的家庭的温暖，也有很多好的见证，因为在教会里也看到很多好的婚姻的一些例子、一些范例然后哥哥姐姐们他们怎么去彼此去组建一个家庭，然后去很认真、很真诚的对待这个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后这些都是对我有很多的帮助。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认识神，可能我也不会再相信有婚姻，不会相信有爱。但是我觉得因为有神，我还可以就是自己组成一个家庭，现在有自己的就是老公孩子，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因为神的医治和拯救，然后帮助我可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对呀，顺便说一下 Caroline 她现在是住在美国的加州她自己本身是一个也是很有能力的这个姐妹她自己是工程师吧，算是电脑算项目管理，现在在做项目管理方面。对，然后她有2个女儿都非常可爱，对，是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对，但是这个我觉得 Caroline 她一直以来她心里面对她妈妈的这种牵挂还有担忧一直都在她心里面，即便她
成为母亲以后，她的家庭很幸福，但是她一直都好像很希望她的妈妈也能够像她一样，能够走出这个阴影，能够真的是认识神，能够得医治，对吧？这是你很多年一直来的一个心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从给妈妈传福音，然后希望带她信主，这中间有没有一些的挣扎？太多挣扎。从15岁你信主，然后就一直真的是因为那时候本来他让我去教会是交朋友嘛，他没有说让我信主，他没有让我说入教那样。他没有去他就让你去。他没有去，对，因为他要工作，他那时候要上夜班，辛苦。我基本上就是醒来以后，我看到他帮我做好饭，然后我就见不到他。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确实是需要一个有一些朋友，然后自己也很孤单，然后我觉得他也很辛苦。然后但是后来我信主，然后我受洗以后，我就拿回家很多礼物，然后他看到我这些礼物，他就很惊讶，他说就是你入教了，你信主了。然后从那时候他就很不开心，然后他就不希望我去他觉得可能跟很多中国家长都一样吧，就是他说你要专心学习啊，这个会影响你学业，对，影响学业，然后你会走火入魔啊，然后你会就是太进去了，然后太迷恋了，然后他就很多反对。所以刚信主之后那一段时间我是不去教会的，就是我是不能去的，就是他不允许我去。然后但是我很记得就是弟兄姐妹会去我的高中去陪我吃午饭，然后去陪我祷告，然后我每次见到一些姐姐啊，然后我就跟他们哭啊，说我不能去教会啊，然后我很难过啊，家里很乱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有没有人就是跟我妈妈又吵架啦，然后他们就会安慰我，为我一起祷告。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后来慢慢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抵触，是因为就是他从小生长的环境是，可能他3年级就经历文化大革命，然后在文革期间他就不能读书，也不能就甚至连借书看都要偷偷的，他就要偷偷管人借来抄书，然后不能让别人知道。但是他又很喜欢学习，他很有好奇心，他很愿意就是读一些特别是外国的文学啊什么的。然后所以其实从他心里他是很向往外国的那种生活和那种理念，所以他后来才选择出国。但是呢他因为有文革这些阴影呢，他就觉得任何的宗教任何的东西都不能着迷，就是甚至他是很抵触的。他是觉得如果你进去了，你就会被他们推着走啊，你就会就是陷入到这个里面。所以他一直以来就是对这种就是可能拿着一本书，就好像拿着一个小红书然后去读的这种机械的读或者背的这种宗教的仪式啊或者行为是很抵触的。那后来是怎么样他开始慢慢的接触到基督教的朋友，或者说我们说基督徒的朋友，然后开始比较能接受你的信仰？我觉得很大的转变是真的是在我结婚和生孩子以后。对，我觉得是因为他看到我的改变，就是他看到就是他身边的可能有一些朋友，或者甚至说我们国内的他同龄朋友的孩子，就是跟我一样年龄的，可能很多都选择不结婚，或者就算结婚了也选择不要小孩。就是可能这个 generation 吧，这一代人就是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面没有，就是不太懂得怎么去分享，不太懂得怎么去迁就别人，去就是共同去组建一个家庭。然后所以很多都选择不要婚姻或者不要孩子。然后他就会看到这个不同，他就看到我和先生就会很努力的去一起去建造这个家庭，很努力的去经营我们的关系，然后去很认真的去对待我们怎么样教导孩子。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对他产生了更多的理解。就像
我当时说的，就是我觉得真的是生了小孩之后就明白到她作为一个妈妈，作为一个女人的那种不容易吧。然后可能以前小的时候对于她做的一些决定，我可能就是会质疑，或者说会可能会站在一个道德的高点去说她。但是慢慢当我就是现在自己就是经历婚姻经历家庭的时候，我会更理解她。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以前做的很多决定都是正确的，但是我至少我明白，我理解她为什么会做出那种决定。然后我觉得她会感受到这些，在我对她的态度和交谈，她会感受到这些。然后所以即使她真的是后来就是她什么都跟我分享，然后她心里面的苦啊，或者就是跟我的舅舅，就是她的哥哥，后来也产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她也会跟我去倾诉，然后她就是就是我觉得他会信任我们，信任我和我的老公，然后他会看到就是有神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的不同，然后所以他就每一次他来，后来他会每一年都会来美国陪我们住一段时间。然后他可能自己不会去教会，但是他来就是在美国这边跟我们住的时候，他都会跟我们一同去教会。但是我感受很深刻的一点就是，他虽然他同意跟我们去教会，但是我觉得在这中间仇敌也有很多的攻击，就是阻拦让他去认识神。就是我觉得他心里面有一层，就是可能没被打开的时候，当他还没有心里完全去接受神的时候，他听到就是很容易就瞌睡，就是就算他跟我们去到教会，然后他也会就是一听到，然后他就听不进去了，然后他就瞌睡了。对，直到最后，就是他决定信主之后，我发现，那个时候就算他生病了，他当时是身体是很不适，而且很虚弱的时候，他跟我去教会，我都看他都是很精神的状态。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个就是让我见证到的事情，就是当他真的心就打开，他愿意接受神的时候，他能够听进去神的话，然后能够在一个比较 alert 的那种状态。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他的，就是我看到他的改变。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属灵征战。过去他可能真的就是被一些仇敌一直在他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辖制，有很多的拦阻，所以他去到教会真的就是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耳朵没有打开，所以他听也听不懂，他就听到了。对，但是后来他是真的可能有在灵里面其实有一些突破，这个属灵的耳朵眼睛，他的胃口也打开了，他愿意去真的想要去亲近神，想要去认识神，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就比较能够胜过他身体的软弱。这个其实不是身体，这个是灵里面的一个打开，然后他可以有这个精力去听到。对，那这个是什么时候？是他已经生病，然后他真正信主是在大概19年，就是大概这个时候。因为我昨天还有一个那个，在我电话里还有一个就是 reminder， 就说我妈妈19年这一天信主，其实就在昨天。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在北京。对，然后他是跟我做的这个祷告。其实当时他是这样，就是他在北京跟我舅舅产生了一些矛盾，是因为我的姥姥当时摔了，然后在医院里面，然后他们请护工啊，然后又要照顾他，所以当时我妈妈就是很焦虑，很压力很大，因为他们找到护工就是一个不行又换一个，一个又不行。就不停的换。然后呢，他当时我觉得他也心里面承载了很多，就是我外公去世以后很多的伤痛。我外公大概是17年去世，然后就大概2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妈妈都一直没有走出来，从这个悲伤中走出来。然后后来我姥姥她又摔了以后呢，在医院里面又经历到那个事情呢，他就特意从加拿大回去来处理这个事情。因为
因为很多家就是北京，就算我舅舅在那里，然后但是很多事情就是老人都愿意让女儿来处理，所以就很多事情都等着他，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承担很多的这些家里面的决定所以他当时就是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受不了这个压力，然后就有点失控了，就是精神有点崩溃了。然后他那时候就打电话叫我从美国回去，因为我知道我妈妈她一直都是很强，很就是什么都靠自己，很坚强的一个人，不到就是真的不行，她是不会就是好像麻烦别人，就是叫我回去的。所以那时候她说你可不可以回来的时候，我就知道 OK， 那个时候她真的不行了，然后我一定要回去。所以那时候我就一个人就回去然后我就看到她真的有点就是已经有点可能神经衰弱那样的状态，然后她去就是医生都建议她去治疗，但是她因为我姥姥担心我姥姥的事情，她就不肯去住院也不太肯吃药，因为可能也对就是对这种心理疾病方面的药比较抵触那种，然后他也不太肯去接受治疗，然后我就想把他那时候带回美国，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在他就是整个人很最低谷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神一直用一些事情去，可能用疾病也好，用一些这些关系上的破裂的这种事情也好，可能真的是当时看不明白，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能神用这些事情去唤醒他，去叫他来回转，来放手，来归向神但是我觉得妈妈一直以来身体上她都是很坚强，很自己就觉得自己能扛过去，自己顶过去直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她身体上就是已经不太那什么了，不太强壮了，然后精神上也完全垮下来然后那个时候她真觉得是很失控她很失控的时候，她就我就说你愿不愿意接受神，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她愿意真正的把这个主权交给神，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带她做了那个觉知的祷告对后来她回来就是跟我回到美国，就是很休养了1个月，但是她又要回去中国，就是去照顾我姥姥，所以她一直就是前几年也是很辛苦，就是她有3个地方跑，就是在加拿大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又在北京去因为照顾父母又要生活一段时间，然后每年又会来美国看我至少1个月所以她一直都是这种就是三 D 跑的这种状态就是她整个人可能真的是没有放松的状态，就一直是紧绷的状态对，可能这个也是她后来真正就是我觉得生病的原因对但是我觉得真的这么多年来，就是我看到神的开路，然后我看到就是一直在为他祷告，然后在他每经历的一个病痛也好，或者是情感的一些困难也好我觉得神都一直没有离弃他，特别是到最后，我觉得就是因为到最后我们给他开了一个追思会嘛，就在他去世以后就是找到几个温哥华他的朋友因为我觉得在他病痛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以为我自己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基督徒然后我在为他祷告，我希望他把这个病交给神，我希望他把心里面的重担交给神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很无助很累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好像都是在就是只有我一个去面对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在追思会的时候，他让我邀请，就之前他有跟我说要邀请谁，然后他邀请的3个朋友里面有2个都是基督徒而且是就是在我离开加拿大以后，就是很多年以后他们成为基督徒，然后他们
然后在他们分享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他们一直也都在为我们，一直也都就是在邀请他去就是鼓励他听讲道啊，然后鼓励他去跟牧师去有一些可能心理的辅导啊，然后去甚至说帮他进食祷告。然后当时我真的很感动，我就觉得神好像就在告诉我，就是不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然后原来我一直以来的祷告神都有在听然后我发现原来神真的已经把很多很多的就是基督徒放在他生命中，然后去帮助他去在这段时间去帮着就是扶着他一起经过这段最艰难的。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再来尊荣他，虽然他现在已经回天家，对，也是这个节目可以去尊荣他的过去可能很多时候你们中间有很多的误会，有很多的这种互相的哎呀怎么还不信主啊，怎么还，但是其实回过头来我觉得神一直都看见你妈妈的那种谦卑跟顺服，所以虽然我们表面上感觉他是一直在抵触，一直在好像很骄傲，但实际上他有他自己很舍己的那一面的那种顺服跟谦卑只是我们可能在我们当时的那个角度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对，但是在神眼中或许他其实一直都非常都一直在一个征战的状态，可以这么说，不是他不愿意，而是我觉得可能一直都在跟他思想中的一些谎言在征战所以我很感恩今天这个机会，谢谢 Ruth， 就是我也想就是借这个机会把妈妈的故事讲出来，因为我知道就是虽然这个人走了，但是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的记忆，然后他的故事都会继续留下来陪伴我们，然后鼓励我们。对，他真的到最后就是就算他生病，他知道自己得癌症，然后医生好像给他这么一个就是ultimate 那种，就是让他就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停止，就是努力去接受治疗，然后他一直都没有放弃，他一直都是有一个盼望，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好起来，然后用各种方法，对，所以他真的是很坚强的一个人，非常非常坚强呀。你觉得后来他信主以后他有什么改变？我觉得他平和了很多，就是以前可能会比较容易积压，比较容易去就是情绪上可能更稳定了一些，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因为他信主以后19年的年底，所以后来他回到加拿大以后疫情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就等于相隔两地，就一直都不能再见面，直到他生病，然后我们后来见面还是要就是还是要申请很多很多就是那种 exception 对 permit 去见到他，所以一直都是在视频然后通话然后我就发现他很多时候他看开了很多事情，他以前可能很抓住很较真的那些事情，他就比较更容易放下，然后也会给我一些建议，就是让我可以看开一些不要像他经常会说不要像妈妈就是可能以前那种那样去着急或者去忘记照顾自己，因为他很多时候就像你说的，他很有爱，他很想去照顾别人，照顾身边的人，照顾他的家人，然后就忘记照顾自己，忘记给时间给自己，对，就是这个 self care 这方面，然后他就会更加的去平衡吧。对，好，那我记得你说到你妈妈在临终前其实还有一些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就是他在这一年，我们先是全家去看他，在暑假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呢就